这是低价 Avatar 2大疆最新推出的抽油烟机。搞错了，再来。是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Hello， 大家好，我是爱拍视频的红苏。其实我过年期间呢就拿到了它，那会儿刚好回家过年嘛，我就用它体验了一波 VIP 视角的看烟花和打铁花。可以说它是我用过的无人机中最好玩的。那最近回来工作了，我也用它们拍了一些很有冲击力的画面。那这期视频我就想结合这段时间的使用体验，分享给大家你可能会比较关心的几件事情。Avatar 2它相比它的前一代有哪一些升级？它对比常规的无人机又有什么区别？以及最重要的，它上手到底难不难？欢迎收看红苏的评测。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样片呢，记得一键3连支持一下。那我认为 Avatar 相比常规无人机最大的区别就3个。首先就是它的外观上多了这么一圈保护壳，更安全。第二呢，就是 Avatar 2它擅长的不是传统无人机那样远远的拍摄、平稳的飞行，而是贴近建筑物飞行，甚至在建筑物内部进行穿梭。它拍摄的画面呢，也比常规的无人机更有冲击力。第三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要戴上这个眼镜，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飞行。所以，如果把飞普通无人机的感觉比作操作遥控赛车的话，那飞 Avatar 就跟我们自己开车有点像，不过是在空中开车。这一次 Avatar 2重新设计了外观，那对比一代呢，我觉得更帅更有科技感。它依然用的是3寸的桨叶，体积上呢看起来比 Avatar 1代呢大了那么一点，但拎在手里你会发现重量上却更轻了。原因其实就是因为 Avatar 2采用了更轻的机身和电池，但奇怪的一点是它的电池续航上却提高到了23分钟。这次 Avatar 2采用了更一体化的设计，它的这个桨叶的保护罩跟机身现在是连在一起的。我猜这样的设计呢，可能在飞行时它的风阻会更小，所以呢电池的损耗就会更少。Avatar 1非常阴间的卡槽充电口呢也改善了，那现在呢它挪到了桨叶的下方，在我们插卡的时候呢就更顺手。而避障方面呢也有更新 ，Avatar 2呢从1代的下视摄像头呢变成了一对鱼眼镜头，结合侧距的这一对 TOF 镜头，我觉得是有那么点像青蛙。因为有了这一对鱼眼镜头的加持，所以现在能同时感知下方和后方的障碍物了。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点是 ，Avatar 2这一次的机载内存相比1代呢增加了2倍多，现在有46G 了。我试过不插卡，只用它机载的内存录制，那拍完2块电池，差不多40分钟时间呢是还有内存的，所以以后就算没带卡，我记忆卡没带卡，也不用那么慌了。Avatar 2同时也用上了大疆最新的欧4图传，画质最高支持 1080p 100帧。那我实际飞下来确实比1代的信号要好一些，在我飞太远信号减弱了的时候，这个眼睛的四周都有明显的提醒，那我就会迅速的调整站位或者往回飞，来避免出现问题。那作为一枚摄影师，我不得不赞叹一下这一次 Avatar 2的视频拍摄能力真的很绝。Avatar 2的摄像头果不其然也用上了这块1.1/3英寸的传感器，等效焦距为13毫米左右，视长角有155度。它的视频规格上最高可以拍摄 4K 60帧的 HDR 视频，以及 2.7K 120帧的慢动作视频，也支持拍摄10比特 D-Log-M 格式的视频。虽然我不能完全确定 Avatar 2的这块传感器是否跟大疆的 X-4那块一样，但是呢，它们的很多参数都非常相似。对比 Avatar 1呢，白天两者乍一看其实是差不多的，但一放大 ，Avatar 2的解析力更好，远处高楼细节更丰富。但夜晚拍出来的素材呢，就算不放大，两者画质区别就已经很大了。Avatar 2的高光抑制的更好，噪点也更少。毕竟抵达1级压死人不是没有道理的。Avatar 2呢，因为是单轴云台，主要是采用的机内增稳的方式。
用的呢是大疆最新的 EIS 3.5算法，有超强增稳呢和水平线增稳2种增稳方式，视频直出的稳定效果确实也要比 Avatar 1要好。当然，如果你想自己增稳，它也是支持 GIFRO 软件的。那这一次 Avatar 2新增了一个我很需要的功能，就是一键划飞。大家看到的这些画面呢，就是我使用花飞效果拍摄的。原本这样的运镜需要进行长时间的练习，并且使用专业的手柄，但现在 Avatar 2将它们做成了模板，它内置了最常用的花飞效果，180度漂移、空翻。我最喜欢也是这段时间最常用的就是这个180度漂移。在飞行时呢，我们向任意方向拨动摇杆 ，Avatar 2呢就会朝着对应方向进行180度旋转。我一个业余的飞手呢，也能够完成这些炫酷的运镜。这个玩意儿除了可以用于拍视频，它还可以用来干啥呢？当然就是玩了。其实 Avatar 有一个头追模式，当我们打开后 ，Avatar 2会跟随我们头进行转动，搭配戴上眼镜的那种第一人称视角，是真的有一种自己在飞的感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你跟朋友外出游玩时，你可以坐在车上，化身成一个赛博摄影师，逗你的异性朋友开心，无死角的帮他拍照。或者化身赛博向导替朋友开路，遇到小鸟呢，也可以用 Avatar 2去追一追，真的有那么一种地球 online 的感觉。所以我就设想啊，如果以后信号无穷好、电量无穷高的时候，我们似乎真的可以只坐在家中、躺在床上，利用 Avatar 去到世界的各处。Avatar 的中文含义呢，就是阿凡达的意思。所以细细想来，是不是真的有一种阿凡达的感觉？就是把我们人类的意识通过某种机器传输到另外一个躯体当中，去感受另外的一个世界。那除了 Avatar 2，这一次大疆的飞行眼镜 Gogos 3也提升了很多。那我戴上给大家进行讲解。Gogos 3的外观整体上呢，跟前代看起来差不多，依然采用了这种一体化的电池设计。续航时间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在我们佩戴时新增的这个额托，将眼镜的这个重量转移到了我们的额头这个部分，戴起来呢，整体的感觉比前一代要舒适，特别是压脸的感觉弱了很多。眼镜内部呢，依然用的是1080p Micro OLED 屏幕，可以根据我们不同人的眼睛调整眼镜的这个瞳距，以及远视200度到近视600度的度数。使用前代眼镜经常遇到这个镜片起雾的问题，Gogos 3也解决了。那比如我现在戴了这么久，我其实这个眼睛已经起雾了。那现在呢，我就可以开启这个一键除雾功能。OK， 现在呢，大家应该就能够听到一点点这个眼镜里面的这个风扇在猛转的声音了。它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那汽车里就是给挡风玻璃除雾的那种感觉。然后我现在呢，眼前的这块屏幕就变得更加的清晰。那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现在呢 Gogos 3眼镜它前面有了2个摄像头，那大疆呢叫它实景视窗。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我们戴上眼镜后这样，敲镜头2下，那然后呢就会激活这2个摄像头。那现在我已经看得到我的双手了。那不过它的这个视角不是特别的广。其实就是在我们使用 Avatar 2的时候呢，我们跟外界是隔绝的。那如果我们遇到朋友找我们说话，或者我们需要回个微信啊这些情况的时候，就不用去取下这个眼镜了，相对来说会更有安全感，也更方便。然后是大疆新出的这个穿越摇杆3，外观上呢，我觉得跟大疆的手机稳定器 OM6 有点像，是这种碳黑色的。那现在其实是可以完全一手掌握的，而且它整体的这个握持感更好。它搭配 Gogos 3眼镜使用时呢，是可以变成这么一根虚拟的激光笔，就好像我们在使用鼠标去点击这个屏幕一样。我之前在评测 Avatar 1代的时候吐槽过，为什么没有一个合适的收纳包？这一次大疆也送了。那这个收纳包可以将 Avatar 2飞机、眼镜、摇杆、电池都放进去，在我们外出携带时呢，就更加的方便了。当我们拍完的素材呢，我们可以通过大疆的这个唱片 APP 传输到手机上，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一个3分钟4K 60帧的视频呢，传上去也就2-3分钟时间。唱片 APP 上的视频模板非常的多，我们选择其中一个后，它就会自动帮我们的素材进行剪辑，筛选出我们飞得比较好的一些素材，生成一个视频。就像这个视频。No matter how small, no matter how cheesy, no matter whether your friends and your sister star in it, put your name on it as director. 我觉得是足够发朋友圈了。那么 Avatar 2上手到底难不难呢？为了测试呢，我也把 Avatar 2拿给了我从来没有飞过无人机的朋友们，让他们体验了一波。
非常好玩，还是第一次玩无人机嘛，也体验到了飞翔的感觉。难度还是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普通人拿着10分钟上手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刚刚学了多久？刚刚学了5分钟吧。我学了大概5分钟，它跟我们平时的视角不一样，感觉自己像鸟儿一样飞起来了。2分钟吧，2分钟就2个键儿，2手就教会了这个东西，还是很简单的。大概学了5分钟吧。我很少玩游戏，我基本上不玩游戏，所以说还是会有一点晕，有点害怕。我大部分朋友呢都觉得比较简单，他们上手的时间普遍是在5到10分钟左右。当然了，这也跟我这个好老师的教导脱不了关系。那如果你没有玩过这种第一人称视角游戏，第一次玩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头晕，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去家附近的大疆体验店感受一下比较好。那这一次 Avatar 带给我整体的体验非常好，它不仅解决了前一代存在的很多问题，那现在至少给我去户外玩的时候呢，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游戏方式。所以，如果你有日常出门露营、徒步的习惯呢，真的可以搞一台来玩来试试。而 Avatar 2作为一个拍摄设备来说，也非常的好用，尤其是跟我类似喜欢旅拍、喜欢短片创作的摄影师，它是现在市面上有且仅有的这么一台画质跟 Action 一样好，能够拍摄出这种炫酷航拍视角，能花飞且上手难度较低的第一人称无人机。我是真的觉得这个设备很可能会改变现在的航拍环境，不再是传统的无人机以及专业的 FPV 飞手的天下了。以后你会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更多的我们普通人飞出这种视角的航拍。说回我这一次的测试，其实呢，我是非常有幸提前参与了 Avatar 2的公测。我个人从拿到 Avatar 2工程机到现在呢，也有2个多月了。我拍了上百 G 的素材，参与了 Avatar 2的各种测试，找 bug， 见证了大疆工程师一点一点把这个产品变得更好。到现在我做评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真的已经找不出来什么太大的槽点了。如果你非要说，我还是希望 Avatar 能够拍4K 120帧，能飞更长的时间。希望 GoGo 3的这个实景视窗视角更广，画质更好。但总之 ，Avatar 它现在的样子，我个人呢已经很满意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想问一下大家，你更喜欢 Avatar 这样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呢，还是更喜欢传统的手柄遥控的无人机呢？那长视频制作不易，也希望大家能够1键3连支持一下这个视频。我是爱拍视频的红苏，我们下期再见，拜拜。